到我的声音哦。在你们国小的时候，你们回忆哪几个字是在国小的时候就明白它的意义？你们写一就是国小的意思，或是国小以前，比如说幼稚园、国小，你这样看过去，哪一些是你已经知道它背后的意义？背后要很诚实哦，因为我不会收，平常我会收，今天我不会收，所以你自己对自己诚实。哪几个字是你已经知道，在国小以前的小孩子，你就懂得它背后的意义？请你写一。好了 ，OK 了哈，试试看。第二题，哪几个字是你到了青春期，也就是13岁以后，到大学的时候，回忆一下，或是不要说到大学，到20岁多的时候，你明白的意义，你在那个阶段领受、学习，知道这个字背后的意义，你觉得我真的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了。好，你就写2。最后一阶段就是你已经是在工作了，更后面了，你已经跨过20岁了，你开始对另外的一些字有深刻的体会的，你就写3，一直到现在的年纪你就写3，所以有3个号码，有1、2、3，那它要涵盖全部的字，懂吗？都要进去。没有4了，所以你只能选3种。1是国小、幼稚园以前就懂得它背后的意义。我说的懂得背后意义，包括有人教你，你父母告诉你，你在教会学到，然后你就觉得哦是这样，你要回忆哦，那不要想太多，就觉得这个我知道，就1、2。2是青春期，一直到20岁左右，你在那个时候，这个知道它背后的意义。3才是从那个之后，20岁之后，一直到现在的东西。那叫做3。好，都有了哈，不用抄很久，大概知道。我们现在回到情绪了，就说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。我们所有在写1的部分，你现在自己对照你的小纸张，因为我不去看，也不去交流，也不分组，你就把1通通连起来，就整理出来，2整理出来，3整理出来，你把它连起来之后，你再眼睛一看，1整理出来，全部都是1的。整理了，还是我太快？对不起，好，对不起，慢一点，好，慢慢来，先看1、2、3。今天很诚实，因为我不收，所以你真的不用害怕。我们做第一个练习。下课或是回家的时候，把你所有的1圈起来的部分，你用自己的话、自己说的话、想说的话，对着那一群你选1的人说你的感觉，比如说我刚刚选的，随便我讲我1可能选爱，1也是选成功，我只有选2。比如说我讲的，我就把它放起来，其实是在我现在比较明白的东西，你把它问这2句话，我们就会发现说，
这黑板上的东西，大部分是被教出来的，被教出来的。只要透过教导出来的东西，它需要经过很多的磨练。我不会写，谢谢，我忘记想了。它要经过很多的磨练，所有被教出来的东西要经过很多的磨练，才会变成真正你的东西。因此，你注意看，你圈出来的有一些东西是很深的主题，很深，在那个时候你并不明白。那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或是不同意，你的快乐或是你的不快乐就教你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你的字啊，我没有，是你的本质。那这一些东西到后期是经过磨练，才成为你今天对它有一点点更多的认识。所以虽然分了1、2、3组，对不对？3个主题，其实它大部分都是同一个主题，就是现在你比较明白的东西，因为这些很大，每一个主题都是一个这样子圆形的东西。同学们，圆形的东西就是我们叫做面向很多，它不会只有一面，也不会只有一个角度。它所有的东西的面向很多，就是你会说爱就是这样啊，那他就会说没有，爱是这样你就会说不是，爱是这样，要给我买 iPad、iPhone 才是爱我，如果没有给我就不是爱，有可能啊。那我们就说不是，爱不是只有买东西，爱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经过磨练。所以有的人他们还没有经过磨练，他也知道爱，可是他的面向是在这边，你的是在这边。这个我就说，这里所有的字是面向很大的，这么大的面向，你跟我的磨练因为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字的解释都不一样。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原来面向是这么广的，面向就是语言嘛，语言就是无角度，所以怎么办？我们怎么相处啊？因为你有你的角度啊，我有我的角度，但是咱你讲同样一件事情，你就会急啊，想说怎么会遇到一个北京的牛？想说怎么听不懂啊？本性又不改。就开始了没有？因为我们忘记它是一个面向，它就是有北京牛、台湾牛、纽西兰牛、澳洲牛，有一些还有病毒，有一些不能吃，有无？但是拢叫牛呢，拜托，你刚好长出来说澳洲牛没有，他只告诉你这一批是从澳洲来的，你就叫它澳洲牛。人去食牛嘛，我讲我是澳洲牛，那是你搞好的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它就是一个面向不同、广的，是圆的。只要牵扯这一些字眼，可能还有更多。牵涉这些字眼的字，它的面向都是圆形的。圆形的东西是没有一个角度而已的。圆形的东西是透过磨练出来。看见的角度，因为它面向不同，你明明做同一个动作，为什么你对 baby 会帮他擦？为什么你对4岁你就会觉得说该趴到了10岁的时候就说我一定怕呀。可是你在做同一个动作，就是我让你吃饭，光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，你就有不同4种阶段的反应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圆形的，然后你对它有期待，
你只要一对他有期待，你就会生气。那我们现在不要练习说，我们不要期待，我们不要期待哈。黑龙江外面好多书有没有？什么放空啦、放掉啦、自我啦，这边古堡外面很多这样书，自己去看。我们不批评，自己去看，因为书很多。那我们回到真理的角度来看，主耶稣比较希望我们看见的是谦虚、谦卑。为什么？因为面向很广，你跟我不足以谈论这么大的字，我们不足以谈论，我们只足以讲一点点我个人磨练之后对于爱的认识。这样有没有比较公平？有没有比较合理哦？我觉得这样子去跟人说话比较公平。因此，我们大部分对人家不公平，其实不是对人家，是对自己不公平。因为你知道的真的没有那么多，可是因为你觉得对方是一只北京牛，那个其实是反射回来说，你是北京牛的朋友的哥哥的爸爸的儿子的，也住在北京牛，就是你往就顾为啦，就顾为啦，因为迄会投射的就是讲，你对方实在是不可理喻哈，一种哈，拜托，因为我都不认识你，我才敢骂你们，你也是不可理喻的，因为没有谦虚，没有谦卑，因为面向不懂，就开始期待，你一定受伤害。这么大的字，我都唔敢讲呢，我刚刚写喺欧邦。我从来不敢接几个 case 说老师，请跟我们讲爱的道理。我不敢讲，因为一页面向就广的。有一天真的轮到你讲，你不用客气，但是要公平，就是说，大家，我们今天讲一个爱的道理。从我的磨练当中，我对于爱的认识是这样的，那大家就会觉得说，哦，甭听啦，你就是安尼，安尼好 ，OK。然后，因为你设定了一个这样的范围给大家，你没有说你们要爱人，你们要都没有，你就说我个人的磨练是这样的啊，他就很奇妙哦，因为很安全，你没有来骂我，也没有教我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第一节讲什么？他学习力就上来了，他学什么？就是按挂的。我是磨练上有出来了，所以你开始讲的时阵，对方就会觉得你在讲我。你会发现这个，其实你拢袂晓讲，你佫无口才，佫无因素，有无？唔知来家创啥。那可是你讲了，我个人的磨练是这样的时候，他就进去他的了，所以他出来就会跟你说，你的学生就会说，老师谢谢你，其实你真的没有讲什么大道理。可是你的态度是对的，那个态度是什么？谦卑。你只磨练这样就讲这样就好了，你不要讲那个你还都唔知你是啥黑有无？讲了人不爱听，你都没人是古，其实你就古诶。我的重点只有这样，这样第一节课 OK 吗？会不会太沉重？因为有一群的牛。面向很广的字，再复习一下。面向很广的字，它需要透过磨练。如果你在小时候就已经有一的那一群的字，你注意看，那个都还没有透过磨练，因此你并不十分的真正的体会那个面向之后给你的意义没有。可是你真的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教导。结果你抓着这个教导开始教别人，他就没有面向，他就是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你听到什么你就去讲什么，那个只是他的磨练，不是你的。但是你都压这股也想讲，这就是全部来教人教，所以越教越沮丧，越讲越心烦，越来越骄傲，越来越觉得大家怎么都不是东西，有没有？你怎么相处啊？所以就只好这样，好呀，这样有没有？就最后就走这一条路啊。因为你也袂当离开这件去了，好不好？
所以你只好就好啦好啦就好啦，然后好来好去来好上，好了，等你都哎万一谈有没有？下次就不要排我，我不要跟他在一起，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？好了，有没有？哎，你们到底是不是生命教育的老师啊？还是你们真的是路上的人啊？我觉得我的对象好像有点问题。我拢唔知要怎个讲的，因为还是放空无神、无能为力、不知你所云的眼神，就这样。那我就叫了，安尼呢，拜托的吼，拜托，稍微有一点点的感觉啊，感觉透过眼睛。感觉，而且你们是处在伤痛中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另外一种是伤痛中哈，他无能为力表达情感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好，假装你们都知道了。最后在黑板上有5个题目 ，maybe 可以写下来 ，maybe 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这个呢就是从刚刚的1、2、3的小组里面那些字的组里面，每一个问自己的问题。我怎么越过表面的东西？比如说我圈的是爱，我怎么越过爱的东西是什么？越过教导出来的东西，去重新看见爱。好，越过教条意思，我怎么从信仰的这个角度里面被教导的东西，再跳过去看见爱到底是什么？从你的生活，从你的环境，我都不知道。然后呢，问对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那我现在开始对爱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说什么呢？这叫做问对一个问题，然后就找出来说，我知道想怎么办，但是有困难，找出那个困难是什么？最后，这个是一个结论，我们就会开始比较诚实、比较合理的跟自己说话。就是我原来知道的不多，我原来不足，我原来以前以为很多，现在原来是不够的。这就开始诚实、合理的评估自己。一个人如果可以走到诚实、合理的评估，别人都还没有评论你哦，还没有。你如果可以诚实、合理的话，你会开始比较快乐。